这将军府跟侯府是死对头，皇上却偏偏给两家赐婚，这不是冤家碰头吗？侯府还擅自改嫁，让自己家的庶子迎娶将军府的嫡女，太侮辱人了。世子爷，按照礼统，你应该亲自迎新娘子下嫁。区将军之女，嫁给老子是他命好，还穷讲究什么？不对啊，这要嫁给大世子呢，明明是次女沈凌歌，怎么变成嫡女沈清荣了？没错，我们换嫁了。我是将军府嫡女，前世侯府擅改婚约，将我转嫁给庶子谢剑，扶妹妹为长媳。为让镇守边关的父亲安心，我姐妹沈屈受辱。没想到成亲当晚，大世子离奇暴毙，将责任都推给我妹妹，扣上毒害亲夫的罪名，毒打致死。我之前和于进公告入赘，却被谢晋半路劫毁，囚禁起来，以我的血肉饲养毒蛇，再伪造谋逆反蜀，害我全家满门抄斩。沈家基业也被他以长婿身份悉数霸占，吃绝户。既然老天给了我们重活一世的机会，当务之急便是阻止侯府换嫁，再用他们的鲜血偿还一切。想嫁进我侯府，就先给我把狗项圈戴上，乖乖给我家当狗。沈清荣，你这个伤害亲夫！她不是沈清荣，她是将军府次女沈凌歌。你们两姐妹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自换嫁，破坏礼统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谢晋只是表面的罪人，在背后给他支招的就是平西侯跟侯母，全家都是败类。侯夫人，这事儿可得怪你自己。真是好笑，明明是你们擅自换嫁，竟还怪到我们头上。陛下亲自姻亲，本应嫡长配嫡长，而你却为了一己私欲，强行将嫡长女转嫁给你的庶子。究竟是谁在破坏礼统？你敢讽刺我娘？我乃将军府嫡长女，就凭你一介卑微庶子，也配娶我？就算是你娶我妹妹，都是你这个卑微的庶子高攀！娘，他们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？此女如此刁蛮，实在配不上我儿，不许换嫁。是陛下选择了我们，侯府的意思是说陛下识人不明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我娘可没这么说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那侯府是同意换嫁，还是抗旨呢？陛下，侯氏，臣听说沈渊带着30万大军在敌后久拒不攻，是想拥兵自立。姓沈的竟敢见本侯贪墨军饷，这次还不知他死罪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将沈家2女赐予侯府，以作人质。什么？不是治罪吗？怎么成赐婚了？没想到这丫头片子还挺厉害。不能抗旨，得先成婚。只要他们进了咱家的门，还怕没有法子治他们吗？请新娘入府。前世被侯府敲骨吸髓，这一世我一定要用侯府之血祭我沈家忠魂，重振家族荣耀。不知道妹妹那边怎么样了？上一世这侯府长子花柳病重，命在旦夕，
侯府魏延丑闻，竟下毒栽赃给我妹妹。世子，竟敢毒杀我儿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少夫人，公子喝醉了，这是醒酒汤，您喂他喝药吧。哼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大家快来看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不是让你把药拿给他喂吗？怎么叫起救命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大家都快看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世子爷的死跟我无关！混账！竟敢咒我儿死！诸位有所不知，这世子爷常年逛窑子，染下了脏病，侯府竟然隐瞒不报，骗我嫁给这个将死之人！世子，大哥，世子，你醒醒！这世子爷竟然真的死了！他不敢喂药，难道是知道药里有毒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世子爷真的染了花柳病？这丢的可是整个皇家的脸啊！都给我住口！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就是与我侯府作对！带下去！无论如何，你已然嫁进将军府，就得守我们将军府的规矩，好好伺候我们，给世子守孝。做梦！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押下去，明日一早便送抵衙门，治他一个谋杀亲夫之罪。至于沈凌哥那个野丫头，我猜应该被我儿收拾服帖了。你儿确实欠收拾。不知道妹妹那边怎么样了？上一世，这侯府长子花柳病重，命在旦夕。侯府魏延丑闻，竟下毒栽赃给我妹妹。世子，竟敢毒杀我儿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少夫人，公子喝醉了，这是醒酒汤，您喂他喝药吧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大家快来看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不是让你把药拿给他喂吗？怎么叫起救命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大家都快看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世子爷的死跟我无关！混账！竟敢咒我儿死！诸位有所不知，这世子爷常年逛窑子，染下了脏病，侯府竟然隐瞒不报，骗我嫁给这个将死之人！世子，大哥，世子，你醒醒！这世子爷竟然真的死了！他不敢喂药，难道是知道药里有毒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世子爷真的染了花柳病？这丢的可是整个皇家的脸啊！都给我住口！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就是与我侯府作对！带下去！无论如何，你已然嫁进将军府，就得守我们将军府的规矩，好好伺候我们，给世子守孝。做梦！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押下去，明日一早便送抵衙门，治他一个谋杀亲夫之罪。至于沈凌哥那个野丫头，我猜应该被我儿收拾服帖了。
言儿确实欠收拾。娘，怎么回事啊？灵儿，前世谢晋就是用我的肉喂这条蛇，没想到今世这么快，妹妹就给我报了大仇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一帮臭鱼烂虾，还没军营里的木桩扛走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要告御状，让陛下解除婚约。什么？成亲当晚告御状？陛下，朝廷最近传闻沈将军拥兵自重，想在边外自立成王。这……爹，爹，他们这个，咱们之前的事情都被他们给躲了。他们还挺有心机的，2个陷阱都避开了。没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哼。陛下有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这门婚事是朕亲赐，你们姐妹却要退婚，是想抗旨吗？娘，怎么回事啊？灵儿，前世谢晋就是用我的肉喂这条蛇，没想到今世这么快，妹妹就给我报了大仇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一帮臭鱼烂虾，还没军营里的木桩扛走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要告御状，让陛下解除婚约。什么？成亲当晚告御状？陛下，朝廷最近传闻沈将军拥兵自重，想在边外自立成王。这……将士们舍生报国，马革裹尸，尔等如此传荣，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？但该防的总还要防。陛下，平西侯府携将军府求见。看来有好戏看。爹，爹，他们这个，咱们之前的事情都被他们给躲了。他们还挺有心机的，2个陷阱都避开了。没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哼。陛下有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这门婚事是朕亲赐，你们姐妹却要退婚，
是想抗旨吗？陛下，他们父亲就曾多次诬告本官贪赃军款，而今又要退婚，这明显就是跟我侯府过不去，还请陛下主持公道。侯府贪污属实，奈何太后是其母族，无人敢查。唯有父亲为将士们鸣冤状告，也因此跟侯府结了死仇。陛下，不是我们侮辱侯府，而是侯府侮辱我们将军府。哦，此话何意？侯府至少犯下3大不耻之罪：一，大世子谢才荒淫无度，常年逛妓院，染下花柳病，败坏朝堂名誉；二，庶子谢晋残暴成性，虐待妻子为乐；三，侯爷跟侯母作为长辈，不仅管教无方，反而助纣为虐。我将军府满门忠烈，却与如此败坏家风之人结亲，怎能不算侮辱？素闻将军府生了2个好女儿，一个天生神力强悍无双，一个看似柔弱却心怀大志，有辅国之才。哼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有点意思。陛下，那些都是谣传，他们没有证据。就是，无凭无据就想退婚，你当遇刺阴亲是儿戏不成？陛下，臣女绝无轻视圣旨之意，只是这婚再不退，恐怕都要出人命了。哦，有这么严重啊？拿进来。陛下，侯府为了掩盖长子得花柳病的丑闻，竟想下毒，把他的死栽赃在我的头上。这碗毒药就是铁证。荒唐！虎毒尚不食子。哎呀，陛下，已经验过尸体了，那大公子确实得了脏病啊，而且那碗汤药里面确实有砒霜啊！混账，居然敢草菅人命！陛下，这是误会啊，误会，冤枉啊！这毒药是都是婢女一人所为，带上来。谢淑仪，最歹毒的就是她，前世被太后力捧为皇妃，逼迫百官栽赃我家，这才导致灭门案发生。你们是签还是不签？跪下！他是为向沈将军寻仇而潜伏的敌国杀手，一派胡言！你分明是在转嫁责任。狗奴才，还不快招！住手！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陛下，罪犯已经伏诛。混账！居然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杀人灭口，当这是摆设吗？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淑仪可是你的亲表妹呀，陛下！淑仪年少无知，望您开恩呐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皇上，太后，皇上，母后，姐，太后千岁，千岁！平身。谢太后。太后，陛下，哀家刚在殿外都听到了。淑仪是哀家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心地善良，聪慧懂事，怎会做出殿前杀人这等蠢事？太后明鉴，定是那贱婢畏罪，提前服毒的呀。
后，陛下确实是中毒而死。给我死！既已死无对证，陛下再怪罪于侯府，恐怕也不算是大义灭亲。陛下登基时宫斗惨烈，3个皇子全被斗死了。虽然不是陛下的错，但他自此对太后深感亏欠。母后说的是，将人给我带下去。陛下，那哀家就告退了。母后，请。恭送太后。姐，我们这不是白折腾了吗？但是，这次婚是为了保护2位沈姑娘的安全，让沈将军能安心统兵打仗。没想到侯府竟然如此犯统，随随便便就让4个混了进来，这让朕如何安心？把2位姑娘托付给你们。难道陛下是想？既然如此，朕允许你们退婚。谢陛下隆恩，陛下圣明。太好了，姐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害死，也保全了家族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可是，陛下，既然是陛下的决定，那我侯府愿意退婚。但是10天前我府就下了聘礼，这如今既然他们要退婚，这聘礼自然要退回来。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想用聘礼害人。太后，臣要奏将军府，意图谋反，把我侯府送的聘礼拿去资敌，抬上来。冤枉了，太后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侯府，他们送过来的时候，箱子就已经是空的了，我们也是拆开之后才发现的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上报，他们就先倒打一耙。封条都已经撕了，谁能证明你们没偷用里面的银子？哼！如今本该在你家里的聘礼，却出现在敌国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来人，罢免沈家的兵权！从此，沈家就失去了朝廷信任，否则前世也不会被害得那么惨。哼！不过这一世，一切像是……陛下，臣女去拿聘礼，先行告退。前世封条被撕才会死无对证，今世我早就将聘礼封藏起来，看他们还怎么栽赃。娘，我们放在仓房的聘礼没动吧？都在里头放着，你先喝口水，瞧给累。陛下，都1个时辰了，沈凌哥还不回来，哼，不会是交不出来聘礼逃跑了吧？哼，箱子里本来就是空的，倒是看看他们怎么还。一定是他爹把聘礼都花了吧？我爹向来清廉，怎会滥用聘礼？陛下，关于将军府的清廉，臣倒是听过不一样的说法。将军府看似清廉，实际上早把在我朝的家产还有贪污的军饷已经送到了敌国之内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沈将军资敌卖国？正是。这可是诛九族的顶格大罪。平西侯，你可要谨慎之后再说。他们迟迟不敢交还聘礼，本来就是做贼心虚的体现。
此话何意？启禀陛下，臣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，他们沈家已经将20万聘礼悉数运到敌国，为的就是向敌国大王表忠心。这将军府是反了呀！沈爱卿，你作何解释啊？这本该在家里的聘礼，却跑到敌国了。他再怎么解释，也是谋反。这次沈家死定了。你确定封条都已经撕了吧？您放心吧，侯爷，是小人亲手撕的，绝对没错。如此一来，沈家就算跳进黄河，也洗不清了。哼，资敌通国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头等大罪。但是，如若你没有证据，便是残害忠良，同样也是死罪。哼，本侯当然有证据。陛下，10多天前我已经差人将聘礼送进了将军府，结果就在昨日，却发现在往返敌国的商贩身上，正好带着用来做聘礼的官银。宣文城祭奠，只要查个清楚。参见陛下，这几日在来往敌国的商贩身上，确实搜出了一些刻有侯府玺印的官银。臣已与司银官核实过了，确实是送给将军府的聘礼。陛下，铁证如山，这将军府是反了呀！还不赶紧把他拿下！资敌谋反，按照我朝律例，应当是满门抄斩。哼，等他们被处死，我就用他的尸体来喂蛇。这张伶牙俐嘴，正适合割下来泡酒。沈家灭亡，我侯府却还占了大义灭亲的美名，陛下一定会因此倾心于我，封我为妃。沈渊啊沈渊，你跟我斗了一辈子，今天我就先杀了你的2个女儿，再灭你全族，最后就让我儿以女婿身份继承你家的遗迹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姐姐，你们笑什么？我只是觉得奇怪，聘礼尚未开封，又怎会出现在敌国呢？没开封？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他们肯定会过来搞破坏，到时候我们就将计就计。先用假聘礼让侯府以为撕毁了封条，再拿出真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姐，你这招绝了！抬上来！陛下，请看，封条完好无损，说明我府从未碰过。那么，在敌国却有刻着带有侯府官印的银子，这不正是侯府资敌谋反的铁证？罪当满门抄斩！老爷，你们调包聘礼想栽赃嫁祸，我便调包回来，叫你们作茧自缚。这下看你们要如何收场！老爷，平西侯，作何解释？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不是说封条都撕了吗？肯定是他们耍诈，故意陷害我们呀！
怎么办呀，老爷？要是这箱子打开，皇上发现里面没银子，自提的事情不知走神了吗？平西侯，陛下，误会啊，这臣搞错了。那这银子，这银子肯定是驻银司的官员当初为臣做聘礼的时候，不小心遗落了几两出去呀。门丞大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，下官就搜到了3锭银子，不足为证。这狗贼，用贪污的银两拉拢势力，官官相护。陛下，这聘礼的封条并没有拆开呀，那就证明之前这整个事情都是子虚乌有啊。那我看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开箱验银了，你说呢？对，侯府那是太后的母族，但是如今你想攀扯太后吗？沈爱卿，就为了几锭银子，就当朝审问皇亲，未免也太伤国体了。我看你还能找出什么理由？陛下，臣女根本就不需要理由，因为验收聘礼本就是娘家人应有的权利。陈公公，司法礼部最懂礼法了。成亲必须清点聘礼，否则就算礼数不成。昨天是两家成亲的期限，按照礼统，今天这聘礼还真得马上验收。平西侯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……那既然如此，起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这……开箱验银，开箱验银。且慢！完婚就要验聘，那把婚退了不就不用验了？等等，难道这才是他们的目的？治罪之前，当然得先退婚。我们可不做狗贪官的寡妇。爹，狗县将军府失败，又白白搭上50万两银子，这次亏大了呀！现在想那些有什么用？现在就是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，保命要紧。陛下，求您了，求您能让我们退婚吧。对呀，只要他们退婚了，他们就无权验资了呀。你们不是之前力求不退婚吗？怎么改变主意，要求退婚了？罢了，既然是你们两家的婚事，自然要沈家同意了，才能退婚。哎，你们俩，刚才不还嚷嚷着退婚吗？现在如你们所愿了，还不赶紧退婚？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！陛下，我们……沈爱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先给你半刻钟的时间，你好好思考思考，再做决断。陛下好像在等什么？谁生谁死，在陛下一念之间。若急于复仇，冲撞了圣意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好，就听圣上，先等等，正好趁此机会一雪前耻。陛下说的是，不过既然现在已经不是亲家，那么我们就要把旧账一起清算了，这样才能退婚。算账？哼，笑话！我们侯府有花不完的钱，何曾向你们沈家借过账？陛下，
这是您御赐的魂石，代表着当朝的法度和天子的威严。而这个世子谢晋，先前竟想要放毒蛇咬我妹妹，企图谋杀。世子，确有此事？臣没有啊！臣女有断舌为证。臣女有断舌为证。陛下，世子，养蛇那是拿蛇当宠物，绝无半点伤人之心啊！如若只是当宠物，为何带有剧毒？你要干什么？既然你说你这么喜欢把蛇当宠物，就证明给我们看啊！你要干嘛？我的屁股！老爷，铁镜朝野不可一世的侯府，今天居然被两个小丫头给收拾了，真是难以置信呐！行了，既然12小姐并未受伤，这气也撒了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哎呦，陛下，太后果真派人去通风报信了。沈爱卿，这婚你还退不退了？这香你还开不开了？陛下，我们决定。兵部侍郎、两网总兵以及几名官员前来求见，说是为了沈家的事情。难道是侯府派来的救兵？我不知道。终于来了，沈君老，希望你真有那么聪明，能看懂这朝局险恶。宣。陛下有旨，宣文武官员进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听说有人状告沈将军资敌谋反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沈将军向来精忠报国，怎么可能造反？分明是这些贪。臣等已联名上书，恳请陛下还沈将军一个清白，并治小人构陷忠民之罪。他们竟然是来帮忙的。陛下，此事尚未定论，朕自有安排。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请陛下明鉴。你们这是要逼宫啊！你们都聋了吗？陛下，您歇歇火，喝杯茶。这茶虽然真爱品，但这茶太浓了，就有了毒性。就算再不舍，朕也要舍弃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保重龙体呀，陛下！难道陛下的意思是？难道陛下的意思是？我明白了，沈家是茶，侯府是茶盅，茶盅碎了，茶也就兜不住了。原来如此。父亲现在独揽兵权，若再独揽朝政，必将成为皇族的心内大患。这也太复杂了，姐，还好有你在，能为咱们家掌舵。当务之急，为了父亲的安危，我们一定要等父亲班师回朝，交回兵权，这样皇族就不会再让侯府来压制我们沈家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侯府连根拔起。沈爱卿，这箱子还开吗？沈爱卿，臣女不敢再惊扰陛下，我愿收回这聘礼，不做清点，这婚也不退了。他竟然真的读懂了朕的心思，如此蕙质兰心，世所罕见。他怎么突然妥协了？我看分明是害怕了吧。现在陛下也给咱们家撑腰，他们沈家算个屁呀！丢女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。等见了我家侯府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将军府还花了20万两白银做嫁妆，你们不退婚，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我们是输了，但他们也没赢啊。既然沈家大度愿意了结，那这件事情就到这里吧，都退下吧。谢陛下。姐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报仇的机会，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？以为就这么算了？那也太小看我沈清荣了。哼！慢着！陛下，臣女还有话要说。何事？臣女听闻，边关大雪压制，摧毁了良田，将军们吃不饱，穿不暖。今日，臣女愿意将这50万两聘礼捐赠国库，以充军饷。臣女愿意将这50万两聘礼捐赠国库，以充军饷。沈姑娘好手段，今日捐了聘礼，明日天下百姓都是你的靠山。糟了，老爷！捐粮入库，那第一步就是验银造册，可箱子里是空的，那不就……哎呀，要想不暴露，咱们就得把捐银都给补进去。他们这是想让咱们大出血。这2个丫头心肠狠毒啊！到时候侯府若是刁难，肯定会惹来众怒。你放心吧，这个银两还得平西侯来出。平西侯，你能娶到如此忧国忧民的国之栋梁，是你们谢家的福气，更是我朝的福气。陛下，沈姑娘虽然贵为女流，但是她捐款为国，就算是一般的皇亲贵胄，也难以相提并论呀，陛下。爹，啊，钱是咱们家出的，好名声全让他们抢去了，这也太委屈了。哎，你个疯婆娘！你们沈家连一个继承孝款的男丁都没有，这些钱就应该留在侯府，你凭什么擅自做决定？混账！打下去！给我滚开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
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陛下关心。这般容颜跟她的继母一样，令人惊艳。之前那么闹腾，陛下都没怎管，谢晋才动了姐姐一下，陛下却这么生气，难道陛下对姐姐？陛下，犬子酒后失德，还请恕罪呀！陛下恕罪。平西侯，你这对儿女今天屡次三番在朕面前造次，这眼里只有太后没有朕了吗？没有，来人！还真以为今天朕是不敢杀你们？陛下饶命！陛下息怒！陛下息怒！息怒！陛下息怒啊！陛下，世子乖戾，只能彰显侯府教子无方。陛下不用为难，臣女不会计较的。学着点儿，什么叫家风优良？什么叫贤良淑德？还不跟你嫂子道歉？嫂子，对不住了。朝局复杂，今日我们还不能直接复仇。哼，他以为区区50万两就能息事宁神，你们也太会做梦了。这一滴血，我要你们100万倍奉还。我还没有说完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好，我们将军府清贫吗？说的倒也没错。我父亲除了俸禄之外分文不取，我和妹妹2个人从小都精打细算，所以我打算拍卖这2口箱子。什么？哎呦，这银子你都捐了，箱子你还要卖？这可是侯府亲自定制的高档箱子，定能卖个好价格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谁拍到这2口箱子，就由谁亲自送往军营。笑话，不过是2口破箱子而已，谁没事干嘛买它们？文武百官就在殿外，他们也一定很好奇，能惊动圣上的箱子里到底装了多少聘礼。糟了，难道他是想贱女人？各位大人！哎呀妈！这个，各位大人！哎呀妈！这个，陛下，这民间素来传臣和沈将军有不和，那正好借此机会，由臣亲手将这捐银送给沈将军，以表咱们大元君臣一心，毫无间隙，如何呀？平西侯，你这事儿不用问朕，得看你出多少价格，能让沈姑娘满意。你想卖多少啊？不多，这个数。1两啊？10两。100两。是100万两。你什么？什么？流了滴血，就要对分100万两奉还，以牙还牙，
朕喜欢他的脾气。沈清荣，这破木箱子你以为是金子做的呀？100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你不买，有的是人买。各位大人，我买还不行吗？爹，我去顾上黑风寨的山贼，把那把钱抢回来。好了，既然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。陈公公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去支100万两现银到将军府。这平西侯，你只把这钱补进国库，免得2位姑娘邪财外露，遭歹人惦记。既然这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动动嘴皮子就赚回来100万两。哼，这笔钱正好用来对付侯府。栽赃沈家没成，倒赔200万两。等他们进侯府，再好好收拾他们。你们这2个贱人，别以为今天就这么算了。等我当上了皇妃，非得扒了你的皮。恭送陛下。沈姑娘，这么说，你的夫君已经死了，你刚过门就沦为寡妇，很不甘心吧？臣女不敢。若早些认识这个奇女子，朕还会给她赐婚吗？我怎么感觉不甘心的人是陛下？别瞎说。前世人人陷害我沈家，唯有陛下愿为我们收拾。陛下，昨天谢贵妃让你带她去看病的时候，谢晋从沈府搜出来反书，太后震怒，下旨将沈府满门抄斩，不得入葬。沈家满门忠烈，不该遭此下场。将他们厚葬。这灵儿，明日我们去天宫阁。去天宫阁干嘛？上一世谢淑仪成为皇妃，在后宫屡做手脚，这才导致沈家满门被灭。今世我一定不能让她当上皇妃。母后，坐。皇儿现在外敌入侵，人心惶惶，母妃觉得你该立妃以安民心。刚好母妃有不二人选向你推荐。哎，来了。太后，臣女参见太后。臣女参见陛下。怎么是他？陛下，这是臣女4更天起来为您熬的粥，您尝尝，鲜不鲜？验毒。是。回陛下，没有毒。这侯府最喜欢养毒蛇，以后从侯府进出的东西都要验毒。是。臣女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
皇儿的婚事自有人选，岂敢劳烦母后操劳？你说的是那个沈清荣？绝对不可能！她是个寡妇，永世不得再嫁。别说你喜欢她，就算你多看她一眼，对皇室也是莫大的耻辱。母后3日之后举办寿宴，儿臣先去给母后准备寿礼。不管你喜欢谁，大元的江山，一半姓景，另一半必须姓谢。哼，今天一定给他们点颜色尝尝。哼，沈小姐您来了。儿媳给公婆请安，还知道来请安呢。心腹进门第1天就让长辈等，你眼里还有体统吗？心腹上门，凡事自然，需要时间适应一下。俗话说无利不起早，公婆起得比鸡都早，一定挣了很多钱了吧？你还敢！贱人，明知道害我们损失200万。静儿，那我就好好让你适应适应。来人，上定心茶。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新妇入门必先捧盏定心茶，以示与夫家齐心。若是不想站，或是站不住的话，那你就是不守家规。那夫家怎么罚你，那可就是你们自找的。若有朝一日，我手掌权力，定要推翻这些加害妇人的陈俗烂规。装什么装？姐姐昨夜感染风寒，身体不适，我替她站。好啊，那你就得站足12个时辰。来吧，灵儿。凉了再多加一点。站满12个时辰，这手指怕都烫烂了。若站不满，就把你们打烂。昨天不是很嚣张吗？这次可没有皇上给你们撑腰。竟敢伤人！来人了，给我上家法！贱人，我要你死！我在替他醒酒。昨夜谢晋喝醉酒冲撞了圣上，所犯下的罪责比我们严重多了吧？陛下，臣子酒后无德，还请恕罪呀！让罚大家一起罚，还是说侯府的家法只加害儿媳，不针对自己的子嗣？那我也得好好教育你妹妹。二房捧不起这盏定心茶，来人呐！且慢，给我打他50大棍！前世老巫婆拿我撒气，却反而漏了画柄。你个死老不死的东西！我为这侯府奉献一生，你居然在外养妾！都是你们这些年轻小贱蹄子的错！看我不打死你们！打死你！今天就来个祸水东引，让他们狗咬狗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大元朝第1条家训，也就是说，长辈要自己先守好家规，如若不然，就没有资格惩罚晚辈。你这个意思是，我和侯爷不守家规了？若我是真的找出来了，是不是就不用受罚了？不仅如此，作为长辈，
你们还要加倍受罚。才刚进我侯府的门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又能说出什么？好，我看你能找出我什么理来。侯爷所犯下的，正是最严重的那条：抛妻弃子，豢养外室。什么？启禀主母，东吴真藏有妇人，可扇了奴才一巴掌，还说她以后是侯府的主母。混账！一定是爹位高权重，肯定是那些贱蹄子纠缠爹，这不能怪爹。还是儿子心疼我。你倒是挺为侯爷着想，恐怕侯爷可并没有为你着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瞒着我什么？快说！我说，东吴不止藏着一个女子，是14个，而且2个已有身孕呢。还怀孕了？这岂不是要跟我抢家产？娘，恳请娘主持家法，爹简直不是人呐！夫人啊！你听我解释啊，夫人！谢成杰，我听你解释！夫人呐！夫人呐！我耗尽一生为你打理家业，你要这么对我，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！公婆的事儿，儿媳就不干涉了，先走了。慢着，沈清柔，你还不能走。凭什么？明明是教训他们，却变成了我们内斗，这沈清柔还真不简单。凭你是我们侯府的长媳。糟了，前世我就是被长房守孝的名义囚禁起来，无法跟外界联系，外面的人也无法救我。灵儿，你去这城市，我知道自己知道是怎么。你夫君刚死，按照礼法，你得进祠堂为他守孝3年，3年内不得外出。为他守孝3年，3年内不得外出。前世他们就是以此借口将我囚禁在祠堂，受尽虐待，连双腿都活活跪断。这偌大的侯府，居然江海行刑，有没有人呢？快来人！光天之下还有王法吗？快来人呐！有没有人？沈姑娘聪慧独立，贸然介入可能会干扰她的计划。不过，派人暗中保护她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沈姑娘。是。沈清柔，寡妇守孝天经地义，这次你总没有什么借口了吧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押到祠堂，永世不得外出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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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放人！快点把人放出来！我们先去看看吧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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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胆刁民！放人！无端包围我侯府作甚！沈姑娘捐资50万两，救万千子弟兵于水火，她是我们老百姓的恩人呐，你们不能欺负她！放人！能出动50万？放人！沈姑娘那笔真银果然奏效，现在老百姓都在帮着她。真是个奇弟子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自然得天下人主。朕也自会主持公道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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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吴总兵，哦，原来是你带头聚众闹事的。是侯府犯了众怒，2位小姐才刚过门就被滥用家法，还以守孝之名囚禁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哼，王法就是天，寡妇守孝
本就是朝纲法纪。是侯府先隐瞒病情，导致沈小姐嫁给一个死人，还勉强的长跪不起，简直就是草菅人命！放人！平西侯，放人！陈公公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！赶紧把这帮刁民都给抓起来呀！平西侯接旨。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媳妇沈清荣初登门，夫君便身死。按照传统，需守孝3年。那侯府隐瞒长子病情，有骗婚之嫌。谢才与沈清荣不仅没有夫妻之实，甚至连拜堂成亲也没有。礼未成，又岂能算合法夫妻？陈公公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侯府的聘礼都已经送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们人财两空吧？就是啊，依照礼统，既然沈府已经验收聘礼，便是同意成为谢家儿媳，但礼未成，就不能擅入宗族祠堂，沈姑娘也不能为谢才守孝，钦此。平西侯接旨吧。合理合法，陛下圣裁。陛下，谢谢你。她是个寡妇，永世不得再嫁。沈夫人，谢谢吴总兵。这都是老百姓自发的，我来是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后天便是太后的寿礼，所有人都要参加，只怕侯府会借着太后母族的关系，到时候加害于你。太后，你没事吧？前世太后在宴上突发恶疾，谢淑仪以保护万岁山相救，成了整个皇室的恩人，陛下只好立她为妃。自此，侯府权势滔天。这把利刃，今日一定要夺过来，为我所用。陛下看起来好伤心，难道是因为沈姑娘？灵儿，明日我们去天宫阁。陛下，听闻南门那家天宫阁今天开拍卖会，太后正好可以挑选一下礼品。不用了，朕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陛下，听闻沈姑娘也要去啊？你是说沈姑娘啊？朕是说，这个拍卖会值得去看，去准备吧。这。淑仪，去把银箱拿出来。是，爹。我也找神医问过了，今天要拍卖的宝物万岁山，那可是能够治百病、驱百毒的太岁。我是想，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拍下来，然后……什么？这可是灭族大罪！怕什么？再让淑仪用万岁山救回来不就行了？如此一来，淑仪就成了太后的救命恩人，那陛下还敢不娶她了吗？那就大不孝了。到时候我们想要的一切，包括铲除沈家，就都手到擒来了。爹娘，不好了，沈清荣跟他妹妹不见了。什么？
嬷嬷，你看看，哎，淑仪啊，今晚务必要把万岁山拍到，这可是你当王妃的最好的机会了呀！是，爹。走。你长得可真俊呐！您过奖了。姐姐，那个万岁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上一世谢淑仪就是因为他成为了皇妃，这一世我们不仅要让她白忙活一场，还要截胡姬远，让沈家成为皇室的恩人。这脂粉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糟了！沈清荣，追！姐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一定要拍下万岁山。沈清荣，别跑！你去那边。陛下，是您。为何他现在如此奇装异服，朕却还是这么喜欢看着他？这不会真的？这位小公子长得真是国色天香啊！难道陛下喜欢男人？陛下，草民先告退了。等等，既然你已经撞见了朕，若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你便也难辞其咎，不如留下来陪朕。草民遵旨。不知道妹妹那边怎么样了？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我们天宫阁可是高档场所，不干奴隶买卖。走吧，滚吧！臭哑巴，卖都卖不掉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燕京，你是燕京？前世所有人残害我，唯有这个叫燕京的哑巴下人对我好，甚至为我送了命。给我打！多管闲事的臭奴才，给我一起打！燕京，使劲打！没事干的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二小姐，你怎么还认识我？难道你也重生了？快起来！哎，等会儿，老板娘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走。接下来的宝物是万年奇石万岁山，底价3万两。3万两，这可是好富贵呀！这万岁山，若真能令我稳坐妃位，我侯府便势在必得。5万两。是侯府郡主？整个京城谁能比侯府有钱啊？看来宝物有主了。我出10万两。这个沈清荣，他来天宫阁就是为了这块石头。万岁山决定了沈谢两家的命运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居然有人敢跟侯府叫价！ 20万两。
都怪沈清荣，害我们损失200万两。但就算如此，也绝不会有人比我家更有钱。我出50万两，而且不管侯府再出多少，那我都比他多10万。这人出手这么夸张，这人谁啊？万岁山，我要定了！不可能！京城的有钱人我都认识，你是谁？竟敢跟我侯府作对？哼，你的意思是，在京城没人敢跟侯府作对，甚至包括皇上？你还真是不客气，把朕当挡箭牌。笑话！难道坐在上面的是皇上吗？哼，何况就算真是当今的皇上，也未必比我们谢家有钱。是看错了吗？皇上怎么可能在这？吴掌柜，我这有80万两，但我怀疑上面的人哄抬起价，所以在他下次叫价之前，得先验资。如果我真的有比80万两更多的钱，那这万岁山就归我了。我看你连800两都没有，少在这装蒜。那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这么多银票！哎呦！这银票是真的！没想到真的有人比侯府还有钱啊！快去祝银司，把银监叫来。是。不就一块石头吗？竟能引动天价竞争？陛下有所不知，万岁山其实是神药太岁，能治百病。草民想用它救人。你不惜为其挥霍100万，你要救他，莫非是你的心上人？陛下小心！哎，是骗了啊！不过没关系啊，不管这个野男人是谁，都已经犯下通奸的死罪。来人，把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绑起来，关住喽！沈清荣竟敢背着侯府偷奸，这下看那个糊涂皇帝怎么保你！我倒是想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狗男人敢勾搭我侯府的女人！混账东西，瞎了你的狗眼！沈公公，知道里面的人是谁吗？啊？谁啊？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恕罪，皇上饶命啊！好啊，皇上饶命！奴才真的不知道是您啊！平西侯府还真是权势滔天，现如今连朕都敢杀了，奴才不敢！平西侯世子，听罪！你屡次3番冒犯圣驾，口无遮拦，欺居罔上。现如今，你还在朕面前滥杀无辜，栽赃嫁祸，给我打！来人，把他关进死牢，向杖责50大板。待到明日，朕再找他父亲治罪。带下去。是。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朕从未亏欠过任何人，今日就欠了你一条命。醉了毒，快救太医！陛下，恐怕来不及呀！什么？这万岁山其实是神药太岁，能治百病。万岁山，快去打万岁山！郡主，这可是官爷，出了事儿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少废话，我们侯府给你的好处还少吗？拿过来，还不快给我去！我出150万，
看谁还敢给我侯府正！给朕点天当！陛下不可！连年打仗，百姓和将士们，他们都需要钱，草民的命不算什么，不可消耗国库。你放心，朕都答应你。去拿朕修皇陵的钱。这可是陛下的棺材本儿，快！这性命垂危，竟还心系家国百姓。沈清荣，朕不管什么迂腐的贞洁礼统，你就是朕最想要的女人，朕早就喜欢上你了。是。楼上那位大官人决定点天灯，居然是点天灯！天灯，无论别人出多少，都会自动跟到最高价，直到无人敢出位置，真是太霸气了。谢郡主，你点得起天灯吗？既然连侯府都放弃了竞拍，那么我正式宣布，万岁山归楼上贵主所有。务必要把万岁山拍到，这可是你当王妃的最好的机会了呀！没有人能阻止我成为皇妃。陛下要来了！糟了，气到被血欲毒，他演不下去呀，陛下！陛下不可，滚！沈清荣，朕不许你死！朕要娶你，让你做大元朝的皇后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姐，陛下，你们怎么睡在一起啊？这难道……别瞎说，陛下救了我的命。哦，对了，姐，有件事忘了跟你说，我找的陛下该去赴宴了。小心！清荣，朕想你。哎，幸会幸会啊！赶上了。那万岁山都备好了。姐姐，这是我派人特地从岭南10万里加急给您运来的荔枝，你看啊，鲜着呢。有心了。不错。妙哉！放心，富贵险中求。放心，有万岁山在，出不了什么事的。今日众卿家送的寿礼都很精巧，不过有一家很特殊啊。平西侯，听说你送的寿礼异常珍贵，一定要在面前展示。淑仪，太后万福金安，民女特地从民间觅来一件绝世珍宝，恭祝太后福寿万年，拿上来。这是？此物乃万年奇石，
寓意太后万寿无疆。她便是万岁山，她便是万岁山。万岁山乃极品宝物，侯爷肯花200万两买来为太后贺寿，这孝心可真不一般呐！就是，这份孝心真难得。有心有心。如果说是一块巨大的奇特石头，岂能价值上百万两？你分明就是在嫉妒。沈清荣，你们将军府非但没有献礼，还要诋毁别人，没规矩。太后息怒，沈家的寿礼早就准备好了。该不会蒸了2屉馒头过来，想冒充寿桃吧？我准备的寿礼，同样也是历经万年，同样也出自天宫阁，同样也叫做万岁山。怎么会有2颗万岁山？这是为何呀？大胆沈清荣，你竟敢伪造赝品，你是想欺君吗？万岁山是神药太岁，一沾水就会发芽。如果说像侯爷所说，你的才是真的，你可敢赌？昨天的神秘人斥资200万两，沈清荣只有100万，不可能是他，所以他那尊也一定是假货。你确定没隐瞒什么吧？赌就赌，如果你那尊是真的的话，那我就把脑袋摘下来给你；但若我这尊是真的，那掉脑袋的可就是你。好，正好借此杀杀沈清荣的威风，让他断了跟我谢家争妃的心思。泗水，发芽了，沈小姐这尊万岁山才是真的。侯爷，你这颗脑袋是不是该搬家了？太后明鉴，沈清荣的验证法并没有史料依据，岂能作证？但臣女有确凿的证据，把人带上来。草民无事，叩见太后。你快说，昨天是谁跟你买下万岁山的？是谢郡主。太后，事态精明了，就是沈清荣，他以假乱真，欺君罔上。大胆，把他们拖下去，由吏部治罪。太后冤枉，我们是真的，他们是造假的。太后冤枉。经此一役，我女儿便是整个皇室的恩人，就算陛下不想立她为妃，也不得不立了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姐，哎，太岁，万岁山，太后，怎么样啊，太后？太后，哎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想要害人，害的还是太后，10颗脑袋都不够你掉。来，正坐。怎么样？是你救了哀家。事实证明，沈小姐这尊万岁山才是真的。
没有什么药可以立马见效的。这明明正是我们之前的那块延迟起了作用，才让他夺了功劳。还敢嘴硬！沈小姐的万岁山才是真物。谁在跟本侯叫板啊？陛下，皇儿，母后，是儿臣来晚了。朕昨日就在天宫阁，这万岁山就是昨日朕与沈姑娘一同拍卖的。什么？什么？连你自己都敢骗！连你老子都敢骗，真想被你害死了！竟敢在皇宫内下毒，滔天大罪，罪无可恕。来人，在！严查所有进出，不管是谁下的毒，当堂斩首，株连九族。哀家没有中毒，哀家是没有睡好。母后，哀家一直为母族利益着想，可如今为夺妃位，这帮白眼狼竟然连哀家都敢加害，哀家真是瞎了眼。但岂能因此事连累全族？既然如此，那也不能轻罚。平西侯府听诏。谢淑仪，你伪造贡品，欺君罔上，从今日后撤除你郡主之位。平西侯，陛下，臣真的不知道啊，是玄宇为了讨好太后，争强好胜所致，还请陛下恕罪啊！平西侯，你管不好女儿，难道就能管他好儿子吗？啊！把那个废物给我押上来！皇上，您这是？平西侯，你这个好儿子，昨日想刺杀朕。什么？陛下，昨日奴才真的不知道是您，都是误会。哼，误会。昨天要不是沈姑娘替朕挡了一剑，今日就算把你们全府上下扒了皮也不为过。还不好好感谢沈姑娘。他居然还救了我儿！你这个畜生！平时我怎么教你的，就是不听！今天闯祸了吧？我今天非打死你！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！打死！好了，平西侯，别在朕面前演戏了。罪犯谢晋，听罪。你身为世子，却残暴乖张，屡教屡犯，着令褫夺你谢晋世子之位，永不录入官职。永不录用，那我儿子这辈子不就完了？陛下，滚出去！陈强荣，等着，我就会让你满门抄斩的。走。看来我还不够狠。等一下，陛下，臣女还有话要说。先起来吧。陛下，臣女看过侯府的账本，在京城最多也只有80余万，不知这150多万是从何而来，来参加竞拍呢？这么说，是侯府挪用公款？报！查出祝银司私售侯府70万两官银，银监畏罪潜逃，臣已派人去追。母后，平西侯，你我虽有母族之谊，这次我必不包庇。即日起，抄
后莫平西侯府所有京城家产，并剥夺侯爵之位，子孙后代永世不得入朝为官。太后，沈清荣，上前听赏。你救了朕，也救了千岁，你是我们皇家的恩人。臣女不敢。那就赐你黄金10万两，封护国太保，并赏宫内腰牌。往后你在宫内可以随意进出了。姐姐，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让你进宫去见他？陛下，哀家不会再逼你娶谢淑仪，但你也绝不能娶一个寡妇，否则便也不配为君了。草民沈氏参见陛下。你总是能轻易地读懂朕的心思。明明持有凤牌，陛下却赐我龙牌，想必陛下今日想见到的不是沈清柔，而是沈公子。你是不是想问朕，为何只能见沈公子？朕身为一国之君，当以国体为重，不能与寡妇私会，以大局为重。如此甚好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却连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都做不到，那这一切又有何意义呢？国泰民安便是意义。望陛下自重。蓉儿，蓉儿，朕喜欢你，我拒绝。什么？陛下是一国之君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可是陛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臣女的尊严？臣女是否愿意背上刺痛的骂名呢？蓉儿，我……既然今夜是来诀别，那么我们就一壶浊酒尽余欢。臣女沈氏敬陛下，愿陛下今宵别梦寒。诉说之残悔，长夜又当岁，照此身若归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虚茫茫。君须克己不负民，可又有谁能告诉朕，如何不负他，如何不负自己？陛下，夜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滚开！陛下，从此无心爱良夜，任他明月下西楼。哎，你轻点儿！太后可是你亲戚，这次还下令抄家，这你倒是说话！你脸怎么了？千岁，您跟沈小姐中的毒箭一致，都是从白练蛇提取的剧毒。姐，你怎么了？长大了。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滚！从今往后，哀家与谢家再无瓜葛，你好自为之。姐，夫人，自从跟沈清荣为敌，我侯府一落千丈。我们是不是错了？你怕了？哎，
爹，哼，给我在他身上写上沈清荣3个字，然后再找法师下咒，剁成肉馅喂蛇吃。混账东西！我就应该让你在大牢里面自生自灭！不就一个继子吗？爹害死那么多忠臣良将，怎么也没见爹去蹲大牢啊？哼！哎呀，老爷，他就是被沈清荣给气到了。不，他倒是提醒我了，破过万人锤，只怕一让人知道我对沈清荣服软了，那必定会出卖本侯以自保。沈清荣必须死。姐姐，既然你与我断绝关系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佳佳，好看吗？看看你。啊！臭眼睛，快放我下来！好了好了，你们2个人别腻歪了。姐，我才知道燕京居然也重生了。上一世我就觉得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平凡人，他的手指纤细，肤若凝脂，反倒看起来像个贵族。姐，燕京他不是坏人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心甘情愿为你赴死的人，自然是信得过。对了，你跟皇上呢？昨天不是去见他，怎么样了？我们先来说正事吧。啊，我们已经取得了侯府的爵位，这是第一步。接下来，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皇上驾到！臣女参见陛下。此人，参见太后。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为了结盟，应该的。不知陛下找我来何事？昨日后宫遇刺，太后身受重伤，命垂一线，自可逃走，但在现场发现了朕赐给你的腰牌，此人正是靠此腰牌混进宫内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的意思是我姐就是凶手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来人，将沈清荣押入死牢。将沈清荣押入死牢。别动我！别管我！走！若你还对臣女有一丝信任，就去将军府搜查。带下去。为何沈清荣拒绝了朕，朕还会选择相信你？陈公公，朕觉得这腰牌很可能是假的。荣儿的腰牌可能还在将军府，可太后怕朕会偏袒清荣，不让朕处理。哎，陛下，吏部尚书宁大人是沈将军府的门生，让他去接管此案，应该不会冤枉将军府。去。这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侯爷已经承诺，只要你们沈家倒台，他就力保我接管兵权。我呸！你居然恩将仇报！杀了他！追！没了这腰盘，
沈清荣便是百口莫辩，此局已经注定。参见陛下。怎么样？没有找到要牌，反而搜出了一封反书。沈清荣与藩邦燕北国勾连，企图刺杀太后，再趁乱篡位。先不要告诉母后。微臣已经上报。别逆！太后一知道沈清荣买凶行刺，罪证确凿，今日申时午门斩首。姐，你前几日还救过陛下，他居然不相信你，他也太薄情了吧！陛下何等尊贵，跟你们哪谈得上交情？郡主，是你吗？郡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世子爷放过我吧！我保证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郡主。郡主，沈清荣，你不会真的那么自作多情，以为陛下会喜欢上你一个寡妇吧？陛下已经下令将你午门斩首。姐，株连九族，从此你们沈家就会在这世上消失。到时我会把你的骨灰做成我侯府的门阶，任万人踩踏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还没破身呢，便宜你们了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灵儿本无罪，陛下将我们一起收押，会不会就是为了让灵儿保护我？难道陛下他还信任我？姐，这有个狗洞，逃狱者可先斩后奏，随时准备。到申时你就没命了，还在犹豫什么？快逃吧！母后，儿臣觉得蹊跷，沈清荣他根本就没有行刺您的动机啊！还请母后收回死刑的决定。昨夜哀家险些丧命，我儿还在为心上人求情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又搜出反书。至于动机，朝中流传我是侯府的靠山，沈清荣和侯府水火不容，他想扳倒侯府，怎么会没有刺杀我的动机？母后，那也不能草草就结案呐！母后，就算你不念及皇儿，也该念及清荣他救过你的命啊！不是的，母后，母后，哀家也不想冤枉他，但此案搞得人心惶惶，务必尽快结案。你们只有1天。谢母后恩赐。陛下，哎呀，陛下，您上书下令把沈小姐关入产中大牢了。产中？那地方常年地震，房舍破损，不是早就废弃了吗？难道说欲擒故纵？要是沈小姐真逃了狱，没罪也变成死罪了。这帮小人！青荣，蓉儿，青荣，
吓死朕了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没有逃走？因为我相信陛下，如果我要是逃走了，那不就正好给了他们机会杀我，我才不会上当。他们要是知道对手是沈清荣，他们这辈子都没机会得逞。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有心情在那儿胡夸？申时就要斩首了。朕已经为你们争取到了1天的时间。蓉儿，你应该知道凶手是谁吧？刺杀太后以栽赃我，如此仇恨我，同时具备皇宫腰牌的人，只有侯府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这腰牌被夺，你母亲又下落不明，情况很是不利。等一下，我母亲她怎么了？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沈家主母畏罪自杀，快去通知尚书大人。是。都怪我以为宁尚书是你们的门生，他信得过，没想到他却恩将仇报。不是，姐姐，对不起，重活一世，还是没有救下母亲。蓉儿，蓉儿，灵儿，蓉儿，灵儿，娘，娘，你活着就好，我没事，娘。你没事吧，娘？这个小哑巴，他救了我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嘘！站住！沈家主母畏罪自杀，快去通知尚书大人。是。谢谢你。他叫燕京，是我的朋友。臣妾参见陛下。快醒起，朕一定会替你们主持公道。可是腰牌都被偷了，我们没有证据。朕已经有了对策，不过要问你们借一个人。借谁啊？燕京，你是燕北国人吧？我都不知道燕京是燕北国人，陛下怎会知道？清荣，朕身为一国之君，有的时候朕身不由己，但朕却越来越喜欢你。就算带着你私奔，朕也绝对不会让别人伤害你。朕一定会秉公办理。小翠，你别害怕，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的。来，饿了吧？你认识谢叔爷？是侯府把你关在这儿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帮禽兽！蓉儿，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，我都忘了有喜事跟你说。那场大雪不仅压毁我军的营田，但也冻结了敌方的海关。你爹趁机踏兵过关，大胜啊！
太好了，父亲要回来了。如此一来，陛下就不必再对侯府留手了。我们终于可以将侯府所有的罪行公开一网打尽。陛下，陛下！平西侯携吏部尚书求见。他们果然送上门来了。宣平西侯吏部尚书觐见。参见陛下。讲。陛下，臣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，带上来。陛下，此人正是来自燕北国刺杀太后的刺客，化名毒刺。虽然他的舌头已经被人割了下来，说不了话，但在罪状上已经画押，指沈清荣就是幕后黑手。人证物证确凿，足以立案。不仅，既然此案牵扯到了燕北国，那就肯定要先查明刺客的身份，以免造成外交纠纷。陛下缜密，可这燕北国自3年前内乱爆发之后就闭关锁国，这如今整个大元也找不出来一个燕北人，该如何校验？不然本侯又何必让他冒充燕北人？要的就是无证可对。你找不到人，并不代表朕找不到。严金，坏了，难道他是？你这嘴巴哑了，眼睛总没瞎吧？来说说，这是几？陛下，他是个文盲，不识字的。既然如此，吏部尚书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你这是……既然连字都不认识，那是如何签下指认沈清荣的罪状？明摆着屈打成招，欺君罔上。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陛下，微臣可以作证，此刻他认字。你，哼，拖下去。陛下饶命！饶命啊！陛下，他连燕北国字都不认识，你根本就不是燕北人。那你说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又是谁派你行刺太后？陛下问你话呢。全家人都得死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带下去，不许任何人见他。平西侯，朕还有一桩要案要审。陛下，还有什么案子要比刺杀太后的案子还要重要啊？你现在应该把沈清荣先处决了。那就是平西侯世子谢晋滥杀无辜、7条人命的案子。什么？什么？陛下，犬子是冤枉的呀！况且沈清荣的案子在先，你应该先把他办了呀。谢晋残暴强硬，普通刑罚对他没用，但他坐在心虚，十分迷信，可以利用这点扮鬼吓他。平西侯说的是，事关行刺太后，朕自然不会优柔寡断。来人，将沈清荣拖下去斩了！陛下圣明。申时已到，罪犯沈清荣罪无可恕。清
出斩了。斩！哎呀，这年纪轻轻的。世子爷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？人家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哎呀，快了，快了。不行，哼，我不能再等了。垂涎人家的可不只是世子爷一个。行啊，那今天就娶你，还优去。真的？娶你，你也配？给我拖出去扔井里！世子爷，那井都填满了都。那就剁碎了喂蛇，还用我教吗？是。沈凌哥啊，你姐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罪人谢晋，你可知罪？这是地府，不可能！我年轻力壮，怎么可能下地府？既然如此，让死者告状。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要乱说呀！我亲眼看见你被杀头。元君大人，就是这个谢晋，他偷了我的腰牌，栽赃嫁祸，请大人给我做主啊！罪人谢晋，你滥杀无辜，业障缠身，你才短命早逝。若再不向严君大人潜心认错，就罚你下地狱，拔舌头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是你们装鬼吓唬我。冥顽不灵，待圣人。你是小翠，不是关在禅中大牢吗？世子爷狠心将奴婢丢下不管，奴婢被碎石活活砸死。你是织女红娟？你们是有冤之人，诉说你们的冤屈。严君大人，谢晋想要当选为御前侍卫，可是他收不住贪财好色的性子，于是四处网罗妇人，将其残忍杀害。当时奴婢知道的，就有7人死于他手。谢晋，你还不认罪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是你们这帮人串通起来，假扮阎罗办案。本世子爷可不是吓大的。还好我准备周全，让林哥去开棺验尸，知道了这些受害者的死因，便可以假乱真。爹，是你们爹！爹，爹！这鬼还害怕我呢！世子爷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将我活活喂蛇，我死得好冤呀！你偏说给奴家买的保胎药，奴家喝下后穿肠烂肚，一尸两命。这也是你的孩子，你起了如此狠毒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叫我人事何敌？
你将我推进山崖，活活掐死！我好恨呐！我好恨呐！我好恨啊！我好恨！这是真的，我真死了。这也太不惊吓了，真是个废物。交给小翠吧。醒醒，畜生！你这个草菅人命的畜生！呸！阎罗，我认罪。谢晋，你有何罪啊？这7、8个人，还有井里那些，都是我杀的。我还出场，让我爹用侯府腰牌栽赃沈清柔行刺，其他的我就都不知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带下去领赏。怎么是你们？平西侯府听诏，侯府昔日以正党羽，趁外患做大，贪墨无度，陷害忠良，草菅人命。今沈将军杀敌凯旋归来，平西侯，这今天乃至整个天下百姓都要跟你算一笔账。都给我拖下去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侯府罪行罄竹难书，其一，贪污暴敛，毒民害命；其二，买官卖官，结党营私；其三，残害忠良，祸国殃民。都给朕打入死牢！且慢！就算我侯府罪行十恶不赦，沈清荣、沈凌哥呢？他们雇凶行刺太后，我们活不了，他们也别想活。就是，除非陛下是想包庇他们。死到临头了还要害人，多亏了燕京解读出了唇语，解救了被绑架的刺客家属。如今刺客已经翻滚，都指认你平西侯偷腰牌行刺太后，再栽赃嫁祸。林尚书与你同谋，已经被朕斩了，你还不认罪？陛下，臣糊涂啊，臣知道错了，我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，陛下！陛下饶命啊！都拖出去，斩监后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太后，沈清柔，哀家真的要谢谢你。若不是你的警醒，哀家被人害死，还任人唯亲。臣女不敢。沈家二女听赏。沈凌哥，哀家本是想帮你，但你跟谢晋礼成已定，哀家现在只能以谢家族长的身份赐你，赐你们和离。谢太后。他在说什么呢？燕京说无论如何都会娶我，永无二心。沈清柔，你就简单，本就没有跟谢家礼成，还屡受灾害，于情于理于法，哀家都能替你做主，解除婚约，还你清白。多谢太后。太好了，这样殿下就能光明正大的娶你了。来人，拿下他！你们干什么？陛下，臣查出这个燕京居然是燕北国的太子。
朕果然没看错，他和他的父王长得一模一样。那你们也不能抓他呀，他又没犯法。燕北国3年前爆发内战，他父亲当场被杀，此乃皇权之争。若我们今日窝藏他，燕北国当今的执政者必定会与我大元开战。来人，在，将他遣回燕北。是。姐，你想想办法，不能让叶京师送死啊！慢着，陛下，太后，臣女有话要说。准奏。燕北国自内战以来，对我朝关闭了海关，说明他们当权者对我朝态度不善。如若等他们恢复了国力，恐怕定会成为隐患。3年前，东阳和叛军勾结，想要合力攻打大元，你父王不同意，所以被杀害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更应该帮助燕京夺回皇权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遣回燕京，滋养敌国，助他平反，化敌为友。沈姑娘好计谋，比哀家看得长远。我跟燕京一起去。灵儿，不可。姐，我已经看燕京在我面前死过一回，我不能让他死第2回。我们走。灵儿，放心，朕已经派吴总兵亲自统帅评判，他们会没事的。陛下，这腰牌臣女收不起，还是陛下收回去吧。女人心海底针，到底在想什么？皇儿，这个儿媳哀家要定了。若不懂女人心思，也不配为人夫。这事儿可不比做皇上简单。臭小子！陛下，深夜出宫很不安全。已经5天了，静茹一直避而不见，是想急死朕吗？朕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他是不是不喜欢朕？上！怎么会失火？你们是谁？小姐，夫人姐。母亲，母亲，
知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？你身为一国之君，你怎么能……你不必是这了，不必，再也不必。如果你不喜欢这就离你远一点。朕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，在远处保护你，保证你安然无恙。陛下，我喜欢你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？好一对苦命的鸳鸯啊！堂堂大元朝皇上，竟然为了一个寡妇豁出性命。蓉儿，为了你，朕什么都愿意放弃。陛下！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3日前，明明就派锦衣卫押送你们去刑场，100个锦衣卫，当然打不赢5万东洋大军。他们竟然是东洋敌军！沈清荣，你以为你爹怎么突然就这么快的赢得战役？那是因为老夫在3个月之前就寄信给东洋大王，让他把精锐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，转而潜入京城，为的就是今天围京逼宫。而今那5万东洋大军就在城外，这京城就要付之一炬了。你这个皇帝又能如何呢？也就是说，早在3个月之前，你们就已经反了，暗中利用自己的权力，让敌军进城，偷偷潜入城内，残害百姓。是又如何？东洋大王已经承诺了，赐我西朝的摄政王。就算你爹带着大援兵回来，那时也是江山已经易主了。谁？你们不是大元军，大元军要回来的话，也要10日出城。这不是大元军，这是燕北军。灵儿，姐，我跟燕京七夕敌营，叛首当场伏诛。燕京本来就是王子，其他人也就都归顺了。然后我就收到了你那封信。我已携15万燕北大军，踏平了你们这帮东洋孩子。就在1刻钟之前，刚杀掉你们东洋王的脑袋。又是沈清荣的计谋。纪少卿，生我呀！老夫这一辈子都毁在了你的手里。姐，该复仇了。谢承吉，你为臣不忠，为官不正，为父不育，为民不利，为世间所不容的你，害死了那么多的百姓。今天，天诛之！爹，完了，全完了，这把我们彻底输了呀！侯爵，少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们都别过来！金总，都别过来！谢晋把那么多无辜女孩天井灭口，如今自己也坠井身亡，真是罪有应得。沈清荣等着瞧，总有一天我定会成为他国皇妃，届时我会领兵打回来，毁掉你的一切。
他们已经罪有应得。陛下，你怎么样？太医，双儿，你怎么样，陛下？陛下，双儿，你又救了朕一命。陛下不是觉得一切以大局为重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这么多天不理我，就是为了在等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朕爱你。你听到了吗，钟儿？朕爱你，没有什么勾心斗角，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全大局。朕可以为你放弃一切。朕爱你。原来佛说的都是真的，今世的夫君就是前世陪你到最后之人。今日大元皇和燕北王一同娶亲，这盛况真是千古未见。女子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女子怎么了？自从沈清荣成了史上第一任女首辅，就开始了变法革新，皇上全力支持她。我大元变法成功后，国力暴增100倍，妇女更受尊重，礼法开明，这都得感谢人沈姑娘。新娘到！陛下，双儿，元静。